注意看，女人穿着凉快的裙子，一脸妩媚地躺在床上，她婀娜多姿的身材无时无刻诱惑着一旁的小奶狗。接着她伸手拉起小奶狗的衣服，准备探讨一下生物知识。在一番探讨后，小奶狗被打发走。尝到了成熟女人的韵味后，她再也看不上威龙。可怜的威龙就这样被男友抛弃。女人已经40岁了，是香港富豪的六太太，大家都叫她梁太。而刚刚和她探讨知识的男人是侄女威龙的男友。梁太原本每天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，天天约着一群上流人士到家里聚会，肆意挥霍着富豪的钱。然而这天，她的侄女威龙为了完成学业找上门来，希望姑姑能收留她。但梁太因为嫁给富豪做一太太这事被父亲赶出家门，所以现在并不想收留这个穷侄女，更不想和那个家有什么关系。没想到清纯的威龙却被金主看上，梁太为了讨好对方，只好将威龙收了。而跟在威龙身边的男人，她自然要打发掉，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。就这样，威龙从穷人一下变成了富家小姐，吃上了从没吃过的美味佳肴，柜子里装着各种各样的衣服。这样的待遇是威龙从来没有经历过的。不仅如此，有着高学历的他很快就被金主重用。在金主谈生意时，总会带着威龙当翻译。威龙人美能力又强，让金主非常满意。在回去的路上，他直接送给姑侄一对手镯。梁太早已经习以为常，献媚的谢谢对方。可威龙从没见过这阵仗，连连表示自己不能收。梁太见状说：“长辈送的东西拿着也不碍事，说一声谢谢就完了。”他很嫌弃威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没办法，威龙只好收下。但他的心里却说不出的难受。可这样富裕的生活过久了，威龙也开始沉迷其中，幻想着永远过这样的生活。但他并不想像梁太那样没名没分，只知道出卖自己的尊严。最稳妥的方法就是嫁给富豪，这样就能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。于是他决定从梁太邀请的上流人士下手。这个男孩是上流人士中出了名的海王，只要是他看上的人，基本上没有拿不下的。只因为他有一张酷似彭于晏的帅脸，他不仅晚上翻墙找人幽会，甚至中途还能顺便调戏一下漂亮的女仆。可常在河边走，总有湿鞋的时候。原本不婚主义的他，马上就要为自己犯下的错误买单。这天，卫龙跟着梁太参加聚会，认识了一个叫做乔治的帅小伙。对方油嘴滑舌，不停地对威龙说土味情话，把他哄得晕头转向。威龙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个乔治其实是个超级渣男，风流倜傥是他生活的常态。威龙只不过是他众多女人中的一个罢了，并没有什么特别。但天真的威龙却当真了。这天晚上，乔治打着手电筒，悄悄爬上威龙家的院子。他推开门，一眼就看见角落里的威龙。威龙犹豫了一会，最终还是将第一次给了他。他本以为这样，乔治就会好好和他在一起，谁知道对方刚离开，就遇到了貌美的女仆，瞬间开始调戏起来。此时威龙还沉浸在未来的幻想里，结果下一秒就看见乔治和女仆从柴房走出来。他瞬间暴怒，将怒火全部撒在女仆身上，结果惊动了梁太。得知一切后，他对威龙非常失望，因为破了身子的女孩，那些富豪们基本上不会要了。此时威龙也终于意识到自己被渣男骗了，他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，一会哭一会笑。他再也不想留在这个伤心的地方。不论梁太怎么劝说，他都表示要回上海。威龙脱下昂贵的睡袍，拿出最开始那件旧衣服穿在身上，随后提着行李来到渡口。谁知这里挤满了人，有各种各样的味道，孩子的尿骚味，工人们的汗臭味，这让他感觉非常难受。为了省钱，他特意买了个下等舱，结果还没坐下，行李差点就被人抢走。过惯了富日子的威龙，现在怎么可能回到从前？他又重新找到梁太，承认自己犯下的错误。梁太就这么一个侄女，也不忍心让她受委屈，于是第二天就跑去乔府提亲。乔老爷得知自己这个废物儿子有人要，高兴地接受了婚事，并表示要明媒正娶。这个男人长着一张帅气逼人的脸，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软饭王。他3岁时就没了娘，家里虽然富裕，但却有10几个兄弟姐妹跟他分家产。他做的这些混账事让父亲很不喜欢，注定分不到多的家产。于是乔治开始努力奋斗，每天都爬上各种富婆的床，就是为了找一个长期饭票。所以当他得知要娶没钱没势的威龙时，心里1万个不愿意。他找到梁太，还没开口，梁太就明白他什么意思。我说你就将就点吧，你要娶个阔小姐，你的眼界高，差一点的门户你还看不上。这要是几千万家财出生的女孩子，哪里会像威龙这么好说话？乔治原本要钱的目的就是为了去玩，如果嫁给那些阔小姐，有钱却没得玩，那不是得不偿失吗？听见这话，乔治觉得有点道理，于是就和威龙结了婚。威龙以为结了婚，乔治就会收心，但他实在是低估了对方玩的决心。2人还在蜜月期，乔治就下水和辣妹游泳，他的妹妹还给他找借口，
说乔治天生荷尔蒙旺盛，他只想给每个女人一个家。威龙伤心欲绝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在乔治向威龙摊牌后，威龙瞬间情绪失控，一个个耳光打下去，最终他死心了。与其让两个人都痛苦，不如彼此放过。正巧金主找他去上海，威龙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但这时乔治却不愿意了，可威龙完全没有理他。乔治没有留住威龙，于是直接去了女仆的房间，而威龙则开始穿梭在各种名利场所。他背地里是金主的情妇，明面上是乔治的妻子，可他们两人早已貌合神离，唯一的利益让两人联系在一起。等最后的利益也没了，威龙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故事到此结束。电影讲述了大学生威龙在经过富裕的生活后，变成了金钱的奴隶，迷失了自我。